最高峰做到615度。做初咧就啲親戚嚟訂，20幾盆漿我1、2個人死嘅咋。初啊後生嗰陣時啊，拉咗唔得啦，拉漏啦。皮有親戚皮有路食咯，係嘛？記住啊！哇！呢個葡萄幾好喎，邊個電話度揸咁個？就咁咯，係咁掟到廣州啊，而到北京都咁寄去北京㗎。作為店裡的招牌，黃桂蘭多年堅持傳統做法，而門扇是下沙盆菜必不可少的核心食材。我呢個叫做蒙勝，有人我叫做麻耳。我哋滑頭啲傳統啊，為流量嚟㗎，都係要呢個蒙勝㗎，其他地方冇㗎。紅棗咧冇呢個啲人講㗎，點解冇蒙勝㗎咁㗎？話冇得買喎，買唔到喎，幼兒自冇蒙勝啦。自小給家裡打下手養成的習慣，黃桂蘭十分挑剔，食材既要好吃，還要好看。我阿哥有支服菜㗎嘛，佢就叫我做呢啲工作㗎啦。啲肉都唔生性咧就唔要㗎啦，因為其啲食咗啲魚咧，其時間長喺個繩啊，唔夠冰唔夠嘢，嗰條腸就會臭㗎啦。門扇乾經清水發泡，褪去風乾後的鹹硬，下鍋炒製，裹滿醬汁，滿是乾香。新鮮門扇則裹粉油炸，成就外酥裡嫩的口感。最妙的是同一種門扇，一韌一嫩，一濃一鮮，化作盆菜裡的兩種風味。一盆盆菜需要準備的材料多達13種，蘿蔔、香菇、枝竹、豬肉、魷魚、門扇、生蠔、鴨肉不一而足。今天下沙村的盆菜宴，黃桂蘭要準備100個盆菜。各種食材都需要煮、煎、炸、炒、燒幾個步驟，幾個爐頭同時操作，時長調味均靠經驗。肉類烹飪場得提前安排，墊底的菜會吸附湯汁，調味則要淡一些。毗鄰海邊的下沙，生蠔是盆菜裡不可或缺的主菜，煎蠔最考手藝，粉漿的調製，火候的把握，分毫不能差。黃桂蘭不敢懈怠，總要盯緊全程。正當黃桂蘭為盆菜宴忙碌的時候，下沙村1年1度的秋季也開始了。無論是居住在本地還是旅居國外的黃氏宗親，每年總會在春秋2季回鄉祭祖。傳承了800多年的下沙祭祖儀式，在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大公分豬肉，我哋大公啊，而家分豬肉。秋季後的重頭戲，自然是最傳統的盆菜宴了。臨近下午4點，各種不同風味的食材一一準備完畢，進入最後忙碌的組裝環節。組裝過程，當地人稱為打盆。蘿蔔墊底，依次打入吸汁的枝竹、豬皮、木耳、豆腐、香菇，再疊上門扇、魷魚、南乳肉、南乳鴨等。打盆完成，10幾種食材融匯出獨特的滋味，其他菜式難以替代。蓬蓬啊，咪一層層，唔夠蒙咪有打到蒙啊，係咁噶啦，你冇個蒙唔好睇噶喎。個捧人哋話你蒙噶咯，又會偷食又會偷睇，冇話只有房我知㗎，我哋預訂4個鐘頭時間就知㗎啦。下午4點半，一盆盆打包好的盆菜準時送達祠堂門口。垒得高高的大盆菜，承載着濃濃的鄉情，已不再是單純的飲食習俗，
也被下沙人看成是延續宗族情感、增進家族團結的象徵。我最中意蒜頭啊，因為我哋喺呢度啊，嗰陣時種豆腐嘛，差唔多㗎啦，我明日要翻嚟，18個鐘頭飛機啊，咁再翻嚟正機啊，我哋啊。大家圍坐一桌，俗稱吃盆。這裡有個有意思的老規矩，吃盆絕不客氣，食客拿筷子在盆中盡興翻找，越是盆底的菜，滋味越好。吃盆菜也因此得了尋寶的趣說。下邊呢條豆，人人都冇魚，人都冇魚啊！人人都冇魚啊！有食有拎，冇糧費啊！冇糧費啊！吃不完的也絕不浪費，眾人選上自己喜歡的味道帶回家。一個個盆菜恰似當年同撈同胞的歲月，鄉情切切，牽繫着世界各地的下沙兒女。入口是故土本味，留下來的是血脈裡扯不斷的根與情。馬上又一個颱風嚟啦，啲水消遠毒㗎啦，華哥。係消遠毒㗎啦已經。颱風畫家沙過境後，張偉健按慣例每日巡查魚塘。魚米之鄉的中山養殖業興盛，有一種魚因獨特的餵養方式享譽全國。呢啲係尋日放落去嘅蠶豆，魚未食晒，仲有大概係食咗1/3嘅剩料，所以我哋今日放料呢，就只需要放2/3。開閘，放豆，唰唰聲。300多畝的魚塘，投餵是每日養殖的頭等大事。我哋啲脆肉鯇其實底子就係草魚，喺7、8、9斤嘅時候咧，進入我哋呢個脆肉鯇魚塘食蠶豆，係要泡發1日1夜嘅蠶豆，起碼要餵130到140日嘅蠶豆。一次偶然，中山人發現自家養殖的草魚居然基因突變了。喺70年代嘅初期，喺長江水庫嘅國營農場，喺個魚塘邊咧種咗蠶豆，啲蠶豆跌咗落去，啲魚食咗。當時唔叫脆肉鯇，當時點解草魚啲肉唔爛嘅？就係咁樣出嚟嘅。其實蠶豆是魚肉脆化的關鍵。吃了蠶豆的草魚引發溶血反應，刺激免疫系統啟動修復，倒逼肌肉組織加速生長，魚肉緊實度直線上升，加上活水健身，脆肉鯇的脆彈口感就此定型。從表面上看，脆肉鯇和草魚並沒有太大區別，不過魚肉色澤略深，隱約能看到細密的肌肉纖維。正是這份脫胎換骨，讓脆肉鯇身價翻倍，遠超尋常草魚。能育出脆肉鯇，全憑天時地利人和。中山河網縱橫，西江珠江之流蜿蜒流淌，送來源源不斷的優質活水，適配脆肉鯇生長。全年溫潤氣候，加上世代沉澱的養殖技術，讓產業紅利滋養一方百姓。2022年，看好脆肉鯇發展的張偉健毅然辭職，一頭扎進這條魚的創業之路。10斤魚尾，10斤腩翅係咪？朝陽破霧，沉甸甸的撈魚大網已然展開。撈魚是實打實的力氣活，講究同撈同胞的齊心，眾人步調一致，開始通力協作。我哋啲脆肉鯇從魚苗到草魚，再從草魚到脆肉鯇，前後經歷最少2年半。我今日總共係出咗6600到6700斤魚，條數咧就係大概係670條魚。呢塘魚已經釣咗43日。臨近國慶，氣溫下降，脆肉鯇的需求量飆升。因為我哋珠三角地區、廣東地區咧開始係進入咗火鍋嘅旺季啦。北方咧已經係降到10零度嘅溫度啦，都係火鍋旺季。
清晨從魚塘裡捕撈上岸的脆肉鯇，帶着糖水的清冽氣息直達餐廳。現撈現做，這般看得見的新鮮，成為食客們爭相追捧的體驗。老廣烹魚有門道，脆肉鯇根據不同部位烹飪方式多樣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廣東嘅傳統做法，啫啫煲啫啫脆肉鯇。我哋咧就先將個煲燒到佢熱，放薑、蒜粒爆香咗佢之後咧，就再放脆肉鯇同埋料頭，按照乾壁嘅做法，我哋將佢啫香佢、啫熟佢。猛火生焗的鑊氣是啫啫煲的要義。沿砂鍋邊淋一圈白酒，激發香味兒。上桌前麻利地翻拌幾下，砂鍋裡的脆肉鯇不斷冒着熱氣，香飄幾條街。魚片汆燙13秒，是經過無數次嘗試後定下的最佳時長。浸冰水靜置5分鐘鎖脆，配料拌勻後，加小欖食用菊花瓣點睛，鮮雅交織，菊香淡淡，口感層次瞬間豐盈。最為肥美的魚腩，油脂豐潤，自然要與解膩神器鹹檸檬醬搭配。蒸熟後，鹹酸中和油膩，入口皮爽肉脆，魚汁的鮮甜回甘緩緩漫開，多吃幾塊也不覺得膩。魚腩翅堪稱脆肉鯇的黃金部位，只需一點鹽就能調出本鮮，果蛋清，再來一層薄薄的生粉，炸至金黃色，外酥裡脆，口感翻倍。魚糜做餡的脆肉鯇春卷，肉質緊實的炒脆肉鯇魚片，一魚多味，總有一款能拿捏住挑剔的食客。對偏愛原味的本地人而言，緊實彈脆、久煮不爛的脆肉鯇，用來清水打邊爐，再合適不過了。真係有嘢㗎嘛，唔係點食啊？淡茂茂㗎嘛。嚟，一人一隻碗。咁辛苦做，肯定要自己食啦咁啊。3秒，嚟啦！試下今日啲魚夠唔夠脆先啦。大家最近都辛苦啦。嚟，一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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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嚟，係一齊嚟。好啦，快啲，我哋慢慢浸佢，慢慢淥佢，再慢慢彈佢。嚟煮嚟，嚟。所謂辛苦找錢自在時，藏着老廣通透的生活智慧。這條魚不僅鮮活了餐桌，更撐起了生計，讓踏實謀生、快意飲食的日常，成為這片水土最本真的注腳。潮汕人對糖的認知早已超越了甜味劑的概念。甜是日常的呼吸，也是神聖的儀式。它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個褶皺裡，從筵席上講究的頭尾甜，到拜神祈福時象徵圓滿豐盈的甜果，揭陽普寧，這份刻進日常的甜，在深夜也絕不缺席。晚上10點，正是深夜豆漿檔最熱鬧的時候。喂，豆漿加條豬加雞奶。不同於早餐店買完即走的匆忙，潮汕的深夜豆漿講究現煮現吃的熱乎勁兒，薑薯、雞蛋、芋圓等10餘種配料隨心加，一碗石磨豆漿裡能調出獨屬於自己的甜潤與飽腹。至少過年啊，大概5年吧。潮汕人都喜歡熬夜啊，然後吃點夜宵什麼的，豆酒比較相對來得好健康點。每家深夜豆漿店的菜單各有乾坤，麗婷家除了石磨豆漿，還藏着40多種普寧特色小吃與雜物。
豆浆的甜配小吃的鹹，複合滋味，滿足不同口味。爸爸，我跟他一起啊。豆漿店是下班後3、5知己悠閒小聚的宵夜首選。大概10個哩，這個10個哩，就個1件。計訂一個100那個2個，或者。你這冇清清，有現在農家食豆漿是淨清清嘅味道。作為鎮店之寶，石磨豆漿的工序繁雜，卻來不得半點馬虎。這是前主理人黃少峰從開店就堅守的規矩。精選的東北黃豆必須充分發泡，讓水分滲透至豆心。豆子軟透，研磨出的豆漿才夠細膩醇厚。到天時熱，涼時豆醬是泡4點鐘，但這碗豆漿嘅質量就非常好。要天時硬，大概你就8點鐘，泡唔夠，伊真發出來伊無一種青芳味。研磨黃豆的水是特意過濾的，也奠定豆漿的醇厚底味。再按比例加入水進行2次精磨，最後用紗布反覆過濾，篩盡雜質，留下的豆漿細膩無渣，入口滿是黃豆本真的清香。豆漿硬就做色啊，就水花，即係4、5點鐘就冇。馬上就無時間甲落安尼都了清啦，就頭路路才走咯，無咩時間有邊個招呼客人啦。我是要食豆漿甲油條，以前要開好久啊。一碗好豆漿，靈魂伴侶當屬手工油條。麗婷家的油條全由母親手做。你曾經做5、6、8點，而家就話手工做的好好。取出前一天發好的麵團，擀平、切割、刷水。林旭珍做的油條，外面脆，內裡軟，吸飽豆漿汁也不易軟爛，讓一碗溫潤的熱豆漿多了層次分明的滿足感。媽呀，4條油條發飽，好，條這，好來。葉豆漿做的是後半夜生意，凌晨2點才收檔。為了拿到早市才有的新鮮食材，林希珍和相熟的批發商提前預定，午後取貨，鮮度依舊。跟着母親來市場採購的黃麗婷，作為家裡的老大，慢慢接過了父母肩上的擔子，一來看貨選品，二來和攤主熟絡。呢個佢交貨啊，日日新鮮啊！我見啲交代個掛經貨餅費都做好未？伊做好，大獎咩就時。好，我腳扎哈，謝謝。阿幫你講交代個紅龜好未？好啊，好啊。紅龜你是老闆娘這樣扣啊？咁叫不掉兩本咪啊？大家扣好啊。娃娃菜好啊。這個韓國。回到店裡，母女倆馬不停蹄，籌備下單量最高的漿薯。我哋能夠點出來這個咩個快速啊？這個個姜豬啊，姜豬個姜豬好低階呢，好細快速好大條呢，姜豬係口感會好好食啲。晚上10點過後，店裡迎來客流高峰。南乳雞翅、烤果皮、炸春卷、炸豆乾是表哥的專長。兄弟姐妹們各司其職，有條不紊。開小吃店從來不易，一家人齊心協力，共同打拼。麗婷家的深夜豆漿從最初的2、3種配料，擴展到如今的10餘種。小吃更是豐富到30、40樣，
每一樣都是潮汕人的心頭好。如今，潮汕深夜豆漿早已来到廣州、深圳等大城市，溫潤漂泊的潮汕遊子。這不重油重鹽、可甜可鹹的輕量化宵夜，帶着潮汕溫度的甜味兒，在異鄉扎下了根。